白海豚，我重生了。这一世，我带着发威的记忆，吸收了更多的海温，形成了满级环流。我现在呢已经登陆江苏了，准备在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的上午，下一场暴雨，最大阵风，陆上7到8级，江河湖海8到10级。这一世我要把风扇开到高档，一定要拿回属于台风的尊严。你可以高估发威，但是请你千万不要低估白海豚。不仅要只是袭击了江浙沪，有插座里漏水的，住海底世界的，整个上海变成了海上，人直接在家里游泳，路过的店铺都被淹了大半，楼梯秒变黄果树瀑布，解决了在上海看不到瀑布的问题。西湖边大树全都被掀翻，柳树更是变成打人柳，路过的不怕的抽一嘴巴子蒜树，游客也是一个都没放过，所有人都撑着伞蹲在地上，接受暴风雨的洗礼。西湖，你的氛围感是出来了，但是48小时成长为超强台风，巅峰时速达17级，5次台风眼置换，分析超6000公里，生命周期长达15天。这一次白海豚也就名字听着无公害了。我站在靠近岸边，几乎已经很难站稳。从登陆到现在，各地开启轮番遭殃，在浙江境内2次上岸，宁波、台州、温州等相继拉响警报，全省地质灾害与气象预警一度高达273条，开车在路上是说到就到。行人寸步难行，农村瓦房屋顶被整片掀起。好在眼下是情况开始减弱，而上海则是迎来房屋装修和排水系统实世纪大考，全市300余座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总排水量标志5571万立方米，高速限速，长途客运关停，所有水上客运悉数停运。上海中心1000吨阻尼器开始晃动，天空压成蓝黑色，透出来的光像把天幕撕裂，直观演示什么叫乌云低沉，雨水倒灌。屋内插水口流水，屋顶开始渗水。起初以为的蓝色氛围灯，定睛一看，好家伙，直接变成海底世界。红川师傅干完这一来，够吹一辈子的。而另一面，屋内秒变淋雨间，质量欠佳的地方更是墙体成片脱落，一地狼藉。而其他地区也不要放松警惕，北京即将迎来强降雨，24小时累计降雨量或超200毫米。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天津、广东等地也都将先后遭遇不同程度降雨洗礼。白海豚这一趟几乎是无差别扫射。北方的兄弟们，你还在刷浙江的暴雨看热闹，白海豚正在往你家走，你妈让你赶紧把这条看完再划走。它没带风，带的是水，半个太平洋的量。浙江那一圈，连它3成力都没用到，真正的货全给你攒着。11号到14号，从河南一路交到辽宁，连下4天不带停的。而你家那条街的排水管，当初修的时候标准是扛住中雨，它要给你倒下来的是特大暴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热点最前线，我是小坤。刚刚过去的周末，第13号强台风白海豚接连2次登陆浙江。这只来势汹汹的海豚，仿佛拥有着真正的生命与意志。它不仅路径多变，威力更是爆表。它在华东正面肆虐，让有着经济晴雨表之称的上海再度遭遇重创，打破了100年来的气象记录。然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距离它登陆点数千公里之外的政治心脏北京，竟然也将陷入汪洋。对这只白海豚而言，空间的遥远似乎并不是障碍，它仿佛能垂手万里，将触角直接伸向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2大标志性城市。翻开这只白海豚登陆后的轨迹，它的灵性让人啧啧称奇。周日傍晚，它在浙江沿海2度登陆，随后竟然神秘的海豚摆尾。8月10号傍晚，在浙江温岭出现了罕见龙卷风，并在浙闽交界处画出了一条罕见的南下弧线。它虽然将中心藏在南方，却用庞大无比的外围触角化作一条风雨巨鞭，狠狠地甩向了长江三角洲。江苏苏南地区、上海一带顿时陷入狂风暴雨，多地降雨量被推向历史极值。在横扫苏南、重创华东之后，这只海豚再度变速。10号夜间，它已经长驱直入江西德兴，
预计今天晚上到11号凌晨，它将在湖北黄冈和豫鄂皖交界处上演陆地大拐弯，裹挟着吞噬了半个华东的水汽直扑大内陆。12号之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继续往北走，届时与北方的冷空气汇合，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全都要下大暴雨。不要觉得距离大海远就没事，这一趟白海豚可谓是无差别扫射。看到这个视频的装修师傅 be like。台风白海豚昨天登陆浙江，刷到网友分享的视频，第一眼看过去以为是在拍鱼缸，我还在想这水也太脏了吧。看了文案发现不对，白海豚你牛，祝海底世界拜你所赐。没反应过来，以为是海洋馆的酒店，水里面有个白海豚，我花了5秒钟才弄明白。所以你是说这是你家窗户对吗？台风登陆后被淹了，却没漏出一滴水，密封性强到吓人。现在好了，住在房子里的人真的变成白海豚了。鱼，快看人缸。浙江人有属于自己的亚特兰蒂斯，这下真是赚到了。这个房型可是很贵的，周末好停车吗？准备带孩子去你家看海底世界了。你敢相信吗？我在上海生活了20年了，这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大、这么持续的暴雨啊！现在窗外还在下大暴雨啊！昨天全市是直接拉响了暴雨红色预警啊！这也是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对吧？今天上海公交、地铁大面积停运啊，所以公司啊今天是统一居家办公啊。身边很多同事啊都说自己的小区被淹了，1楼进水了啊，这个市区的路面根本没法走啊，水深都齐腰了。我估计啊，很多人其实心里啊跟我一样都有一个疑问：上海啊，堂堂国际化大都市，怎么一场暴雨就撑不住了呢？而且你再想一想啊，那同样是沿海，同样是国际大都市，那香港我们是不是很少听到大面积内涝，对吧？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8月9号，上海遭遇大暴雨，比起普通居民的淋湿和通勤受阻，这次更扎眼的是，一些价值上亿的别墅也出现进水。画面里，水漫到院子和地下空间，车辆被迫挪走，家具和电器需要先做紧急处置。对很多人来说，最刺眼的不是下雨，而是同一座城市里，不同生活方式承受了完全不同的代价。雨水没有因为更贵就变温柔，也没有因为更高的围墙就放过排水系统。争议很快聚到2个层面，第一是基础设施与规划。大暴雨来得突然也好，持续也好，城市排水能力是否与极端天气的频率和强度匹配？如果确实已经出现多次强降雨预警，那么为什么仍会有如此严重的进水？第二是风险承担与应急机制。一旦进入极端情境，物业、开发商、保险、业主之间的责任边界怎么画？谁能在最短时间里把损失止住？以后类似事件再发生，舆论关注点很可能从水有多大转向制度是否软硬。当大家发现同样的自然灾害会造成不一样的后果，追问就会变得更具体。最终，问题不在于雨下没下，而在于面对这类大暴雨，上海在排水承压、应急响应和责任界定上已经准备到什么程度？如果还存在明显短板，下一次是谁来补？怎么补？补到什么标准？台风在浙江淹得最惨的却是上海，这不合理吧？台风中心明明穿过温州，温州反倒没事，雨全跑到北边的上海、苏州、宁波去了。更狠的是，1872年清朝就开始记上海的天气，152年几万页的老账本，昨天全被这一场雨划掉重写。徐家汇一天砸下316毫米，直接冲上有记录以来第一，就像炸弹扔在东边，塌的却是西边的楼。可这雨下了整整2天还不停，预报说接下来还得再下3、4天。你就想象一列超长的货运火车，一节车厢接着一节车厢，从你头顶的铁道桥上开过去，第一节车厢过去，砸下一阵暴雨。可它还没走远，第2节、第3节又跟上来了，一模一样的暴雨云团，一个接一个，全都从上海同一个地方碾过去。对你脚下这块地来说，雨就跟不要钱一样往下倒。气象上管这种一列排开，沿着同一条道反复经过的对流云团，就叫列车效应。
它最大的杀伤力不在于某一朵云有多凶，而在于它就是不换地方，专门盯着你一处下。8月10号早上的早高峰，很多无锡上班族应该印象深刻。小时降雨量直接冲到全国第一，小时雨强达到53毫米以上。短短几个小时，西山区鹅湖镇降雨量突破207毫米，惠山街道部分站点累计雨量更是超过260毫米。气象台直接升级暴雨橙色预警。梁溪区、新吴区不少低洼路段直接开启看海模式，积水漫过半辆私家车轮胎，车子开过去就跟开船一样，不少车辆不敢贸然通行，直接停在路边不敢动。立交桥下老小区低洼地带积水快速上涨，部分1楼住户家里进水。北方的朋友注意了，别光刷着浙江的暴雨看热闹，白海豚根本不是奔着浙江去的，它的大招全给北方留着呢。我知道很多人不当回事儿，台风不就是沿海的事儿吗？我们山东河北离海1000多里，风刮不到，雨也下不了多少，最多阴2天，凉快，大错特错。这次白海豚最狠的根本不是风，是它带了半个太平洋的水。登陆之后风是小了，但是水汽一点没散，变成个巨大的移动洒水车，一路慢悠悠往西北走。等12号前后，它正好撞上北方下来的冷空气，一冷一热一搅和，雨直接就往北方泼。上次巴威都一路浇到东北，这次白海豚水汽比巴威足1倍，雨只会更大，不会更小。而在数千公里外的北京，虽然白海豚并没有直接北上登陆，但鞭长莫及这4个字对它似乎并不适用。它利用庞大的外围环流化作一只远程抽水机，将海洋水汽源源不断地快递到了京津冀的上空。当这股暖湿气流撞上北方冷空气，在太行山和燕山的阻挡下，北京将遭遇入汛以来最猛烈的特大暴雨。坏消息，河南将成暴雨靶心，这次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据河南气象最新预报，8月这是白海豚来河南起源的前兆吗？这个风真的是特别的大呀！看到没有？8月11号，我们河南漯河、舞阳。受到白海豚外围偏南水汽的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在11日的傍晚到13日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其中降雨最明显的时段是出现在12日的凌晨到12日的夜间。我们预计这次过程对于全北京来说会达到暴雨量级，像南部和西部北部山区，将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房山、大兴、通州和门头沟部分地区的话，将会达到特大暴雨。这暴雨到底要泼北方呢？下多久不？11号先闸河南、信阳、驻马店、周口、商丘全遭殃，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狂倒，雨量能飙到300毫米。12号雨带猛扑山东，河北南部、鲁南、济南全泡汤。泰山南边太行山迎风坡被暖湿气流死命冲刷，极端暴雨疯狂砸，成都跟浙江重灾区有得一拼。13号继续往北干，京津冀、辽宁大部全跑不了，中到大雨遍地，局部还有暴雨偷袭。渤海湾也跟着刮起7、8级大风。从11号到14号，整整4天没完没了。从河南到辽宁，北方全线被暴雨死按住。说到这里，也提醒大家，最近天气变化剧烈，无论身在什么地方，都要多关注当地的天气预警，提前做好防范。而在节目继续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的最新反馈。居住在美国的 Kuan 在8月9号说，自己一直在服用普瑞堂玄宝黑参口服液，感觉日常精力更加充沛，尤其是每天游泳运动之后，没有以前那么容易感到疲倦，运动后的肌肉酸痛感也有所减少。他认为每天不到10美元的花费对自己而言是非常值得的。我们的节目由普瑞堂赞助，普瑞堂目前有玄宝黑参原参、玄宝黑参口服液、植物鱼油、美元皂等产品。现在购买普瑞堂商品满500美元即可获赠9针9铺纯手工古法制成的玄宝黑参原参1根，多买多送，单笔满3000美元再加赠1颗特级原参。点击下方评论区链接订购，并输入优惠码 RMB888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刚才我们说到白海豚现在最值得关注的是它登陆之后对大范围水汽输送以及后续天气的影响。
但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这只白海豚在陆地上的神秘拐弯，似乎与海上的异动产生了某种同频共振。此时此刻，西北太平洋海面上正惊现四台共舞的极端乱局，除了白海豚、昌红、麋鹿以及即将生成的南卡同时盘旋。又一个第16号台风麋鹿生成。据中国天气消息，今天14时，今年第16号台风麋鹿生成，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北偏西方向约740公里的海面上。麋鹿名字源于我国澳门，是澳门一种常见的候鸟。白海豚12级风圈触及浙江，白海豚生命史长，熬走了鲸鱼，现在又和麋鹿、灿红呈现3台共舞了。哎呦我的妈！我大！哎呦我的妈！我大！哎呦我的妈！哇卡卡，好几天没关注，现在的西太乱成一锅粥了。强台风白海豚在台州登陆，强度为45米每秒。JWC 报75 kg， 16号台风也不知不觉地生成了。这路径不太对啊，咋还倒着走？这个路径也不太对啊，咋还拐直角？这个一看就离死不远了。哇，这一看就很有机会。如果白海豚能熬到它生成，就是4台共舞了。现在西太一共有5个系统，真正的乱成了一锅粥。下播。原本所有的气象机构都预测后续的这些台风会走向远洋，远离中国。然而，随着白海豚打破了副热带高压的传统格局，那么白海豚之后的下一个台风会不会登陆中国呢？古人讲天人合一，大自然的每一次剧烈喘息，或许都是在提醒我们对天地保持敬畏。这只白海豚打破了所有的经验与常规，随着4台共舞的危局在海上铺开，这场跨越南北的拉锯战可能才刚刚进入最关键的时刻。感谢收看今天的热点最前线，我是小坤，我们下期再见。